最后说，如果不前去解救特南克斯，他会有生命危险。说完就消失了。贝吉塔和悟空开始行动，这个被铁链锁着的就是监狱行星，看着非常恐怖。悟空一行人刚到就站在他的对面，他有没有幸存下来呢？这个人叫赫兹，是宇宙征战片中实力最强的反派人物，企图用宇宙之种计划消灭拳王。为了给宇宙之种补充能量，他招募了一群强大队友，让他们逐个攻击各个宇宙。在时空巡警悟空和贝吉塔的帮助下，特南克斯他们逃离了监狱行星，但是悟空目前杳无音讯。来自另一个时空的悟空留下一句对他的祝福，就带着贝吉塔走了。就在这时，第六宇宙的击王神匆忙地跑了过来，看他的样子似乎有不好的事情发生。他告诉大家，第六宇宙正在遭受敌人的攻击，而破坏神去了拳王那里，完全联系不上。听到这样的话，贝爷相当生气，正有火没处撒呢，他要前去收拾这帮恶人。看来第六宇宙已经遭受了毁灭性攻击，他们都在与恶人激战。希特使出闪时功，竟然对他不起作用，反而从后面勒住他的脖子。原来他早已经将希特的攻击招式输入到自己的头脑中。虽然是这样，但还是被希特击中。凯尔和卡夫拉在与另一个人对战，他的实力相当厉害，虽然被两人击中，但是毫发无损。他们飞到空中，身体迅速恢复原样，众人震惊不已。难道他们拥有法术吗？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，他们的攻击已经到了，身体周围形成一个圆球，剧烈爆炸，将两人炸伤。希特也是头一次看到这样的招数，有点不知所措。正在他们打算消灭大家的时刻，贝吉塔和特南克斯及时赶到，将他们的攻击消灭。贾贝看到师傅非常兴奋，不过贝吉塔大骂给他丢人，两人变身超级赛亚人准备进攻。而在远方，赫兹正在观察着他们的战斗，十分厌恶人类的扎马斯走过来。赫兹承诺他在杀死拳王之前，一定给他机会消灭人类。这两人不但力量惊人，还可以控制别人。他们看到凯尔与卡夫拉打算利用他们攻击其他人，突然钻入他们的体内，开始攻击贝吉塔和特南克斯。因为凯尔和卡夫拉是赛亚人，属于战斗体型，他们使用起来也是得心应手。赫兹利用高科技将他们制造出来，就是为了攻击各个宇宙。但使用这样的伎俩，贝吉塔非常气愤，让他们把身体还回来。不过他们岂会听话？除非将他们打败。在他们激战的空隙，贝吉塔极力提气，使出自己的终极闪光。希特与特南克斯将两人锁住，看到这么强的能量袭来，两人被吓得逃出了身体，飞到宇宙的能量弹将远在天边的星球毁灭。大家看着他们异常气愤。突然，正在对峙的众人全部倒地，赫兹利用魔力将众人放倒，宇宙之种的能量已满，他要将拳王和众神通通干掉。贝爷怎么可能受他的压制？告诉他是白日做梦。而赫兹大声说道，他是为了让人类获得真正的自由。在他看来，拳王才是宇宙的威胁，仅凭自己的喜恶决定宇宙的生存。贝爷根本不懂他这狗屁理论。赫兹突然释放出一个魔方，将一个星球瞬间消灭，这恐怖的力量令众人震惊。赫兹让两个人造人留下继续攻击，他叫上扎马斯，打算前往下一个宇宙，但是扎马斯只是他的合作伙伴，不准身为人类的赫兹命令他。看来这两人只是相互利用而已。而赫兹竟然会读心术，通过读希特的内心，知道了吉连是最厉害的人物。邪恶赛亚人在11宇宙已将托珀打倒，悟空也并未随着监狱行星消失，而是在拳王宫殿修炼。经过大神官的指导，想必悟空的实力绝对有了质的飞跃。悟空能否战胜赫兹呢？你知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神官的首席弟子是谁吗？他就是孙悟空。因为赫兹的宇宙之种计划令全宇宙都处于危险之中，经过大神官指导的悟空能否解除宇宙危机呢？为了追击赫兹，贝吉塔与特南克斯来到了第11宇宙，看情况此地也已遭受攻击。而在天空上方的宇宙之种突然闪现一条耀眼的白光，因为强光的遮挡，他们没有看到里面有个人。强光消失之后，贝吉塔整个人开始发生变化，头发全都变成了白色。奥莲彻底侵占了贝吉塔的身体，这下特南克斯完全束手无策，他根本不可能是父亲的对手。看到奥莲奇袭成功，卡米异常兴奋。奥莲感受到这身体拥有着巨大的能量，特南克斯非要试一下他的身手，一个炮弹将他炸出天际，坠落到了大海。邪恶赛亚人早已到了第11宇宙，与吉连激战在一起，二人的打斗异常猛烈，完全不相上下。托珀早已被康巴打倒，他强壮的身体为吉连加油。康巴再次提起攻击，吉连刚击中他，却突然被超重力压倒。赫兹利用自己的特异功能终止了二人的战斗，打算让奥莲试试身手。二人迅速激战在一起，安排康巴前往第3宇宙，手一挥，康巴就消失了。这大 boss 果然厉害。扎马斯也加入战斗，他上前攻击却被吉连击中。在他眼中，人类是肮脏的存在。特南克斯与他有不共戴天之仇，在未来他消灭了自己的母亲，但是被奥莲一掌打飞，从地上将他揪起来，正要将他消灭掉，突然出现一团耀眼的白光。大神官带着悟空出现，
众人惊讶不已，尤其扎马斯，他知道这是大神官。悟空看到特南克斯被人侮辱，迅速将他击倒，救下特南克斯。随后大神官就走了。扎马斯与赫兹感受到悟空的气息已经成为了神的气息，他正要上前，却被吉连一拳击中。而奥莲看着悟空很是恼火，但是一拳被他打飞，发出的能量弹也被他轻松躲开。悟空朝奥莲猛击一拳，将他从贝吉塔身体中打出去了。悟空想要攻击赫兹，但是身为大 boss 的他怎么能轻易出手？两个手下上前阻拦，不过他们根本不是悟空的对手。吉连正在与扎马斯对战，他汇集巨型能量弹朝扎马斯攻击，本以为将他消灭了，没想到他又走了出来。趴在地上的托珀甚是惊讶，他不知道扎马斯是不死之身，而卡米与奥莲根本不是悟空的对手。被打倒在地后，他打算进行融合，只见他们紧握双手，逐渐融合成一体。合体后的形象很卡哇伊哦，但依然不是悟空的对手，将他一脚踹飞。看到卡美奥莲不是他的对手，赫兹召唤出拉古斯，他就在巨大晶石里面，晶石急速朝悟空攻击，悟空拼尽全力抵挡，而赫兹在后面不断用力。看着对战如此焦灼，贝吉塔和特南克斯前去帮忙，却瞬间被卡美奥莲击倒。悟空发出怒吼，将晶石瞬间击碎，从里面出来一个漂亮的小姐姐，竟然敢击碎他的玻璃，朝悟空发出无数射线，好强的能量，将悟空的神智状态都消灭了。面露疲态的悟空问他是谁，他根本不理会，再次发出攻击，悟空瞬间倒地。贝吉塔看到异常愤怒，而他能否战胜卡美奥莲呢？他叫拉古斯，是流放的邪恶天使，拥有着恐怖如斯的力量，被赫兹拯救，成为了他的手下。看到自己的 CP 好友被打倒，贝吉塔怒气急剧上升，他再次突破变身深蓝，利用可以秒杀托珀的实力攻击卡美奥莲。悟空强壮的身体默默为他加油，但拉古斯依然不肯放过倒地的悟空，他再次利用晶石攻击，幸亏特南克斯及时出现，不然悟空的下场真不好说。悟空连碰都没碰一下的拉古斯，竟然被特南克斯击中，并且打得他娇喘不断。突破后的贝吉塔果然实力非凡，将卡米奥莲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贝吉塔的内心是要将他彻底打倒，他发出终极闪光。虽然卡米奥莲使出全力抵挡，但是在绝对实力面前，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。合体的两人被打散，赛亚人王子并非浪得虚名。扎马斯虽然不是吉连的对手，但是他拥有不死之身，也是个难对付的人物。拉古斯不再直接攻击特南克斯，他要从地下攻击。悟空知道这相当厉害，及时将特南克斯推开，但自己却惨遭攻击。悟空被万箭穿身，特南克斯眼睁睁看着却束手无策。赫兹看到拉古斯无法解决掉悟空，命令他前往第三宇宙支援康巴，他要亲自解决掉悟空。赫兹通过读心术知道他并未释放全部力量，他要激发出悟空的最强形态，再与他对战。看到他狂妄的样子，悟空非常气愤，变身超级赛亚人上前攻击，但是却瞬间被他的超重力击倒，连特南克斯和贝吉塔也被击倒，完全无法站立。就在赫兹打算灭掉他们的危机时刻，时空通道突然打开，地区宇宙骄王神出现，将大家带走了。扎马斯认出了骄王神，他们打算前往地区宇宙收集能量，正要攻击他们的吉连，却被赫兹利用魔方将他困住，完全无法动弹。赫兹刚到地区宇宙，悟空已经在恭候大驾。废话不多说，全部提起上前攻击。贝吉塔再次对战卡米奥莲，比克利用自己的特长伸长手臂将卡敏锁住，不料他却像个虫子一样逃出了比克的缠绕。而悟空多次攻击赫兹，却连他的身体都无法碰触，依然不能突破他的超重力。而浮游一直坐在实验室看着他们的战斗，为了实验收集数据，他改造了金属古拉，正在第三宇宙和康巴激战，两人打得异常激烈。虽然改造成了金属人，但依然不是康巴的对手。他极力提气，变成黄金金属古拉，身体充满力量。康巴发出气功弹攻击，但是没有任何作用。他瞬间来到康巴面前，一拳击中他的腹部，被打飞后依然紧追不舍，不断击打着康巴，他丝毫没有还手之力。再次发出气功弹将他打倒。经过改造后的金属古拉果然力量暴增，他一次性发出3个能量弹，要彻底解决掉康巴。就在发射的瞬间，脸部的金属装置因为无法承受这么高强度的能量，突然爆炸，但他依然将攻击发了出去。剧烈爆炸之后，他捂着脸急忙逃走了。康巴虽然不服，但还是身受重伤。地区宇宙依然在激战，为了快速收集能量，大 boss 赫兹要亲自动手。而悟空他们能否战胜赫兹，保卫家园呢？只见他手掌轻轻一挥，悟空完全被控制，瞬间来到他的面前。这个人就是赫兹，拥有着恐怖如斯的力量。他培育的宇宙之种可以造出全新的宇宙。在这场激战之中，悟空再次突破，变身自在极意功。而他所率领的地区宇宙能否抵御这伙强敌呢？高手之间的对决往往不需要太多的交流。为了激发出悟空更多的能量，赫兹控制身体的力量与他对战。贝吉塔看到误认为最强大的 BOSS 就这点本事，赫兹故意领先悟空一招，被打得节节败退的悟空怎么甘心被他压制？他极力提气，变身超蓝，强大的气场摧枯拉朽。不过越强悍，赫兹越高兴，因为他需要激战产生更多的能量，培育宇宙之种。两人再次激战在一起，虽然面对的是超蓝状态，赫兹依然游刃有余，将悟空玩弄于股掌之中。连他发射的能量弹，赫兹
兹都可以控制，突然转变方向攻击悟空。悟空躲开所有能量弹，与赫兹再次激战在一起。他极力攻击，但丝毫无法击中赫兹。一个气功弹将悟空打飞。二人发现对方都没有使出全力，赫兹朝悟空发出气功弹，爆炸产生满天灰尘。趁乱，他想利用魔方困住悟空，但岂会那么容易？消灭后依然不停地追击过来。悟空一次性将他们消灭掉。愤怒的悟空开始攻击赫兹，他连中好几招，悟空乘胜追击，一脚将他踢飞，飞到空中发出自己的最强大绝鬼摆气功。一阵剧烈爆炸后，赫兹竟然毫发无损，拍拍身上的灰尘，看着悟空，手掌一挥，悟空完全无法动弹，瞬间来到赫兹面前。悟空满面狰狞，但还是被他的超重力之压困在地面。他飞到空中，打算使用重力之拳。悟空极力提气，突破重压，开始攻击赫兹。他利用气功弹一通扫射，但均被他躲开。赫兹瞬间来到悟空面前，将他重重击倒在地。这样的战斗已不能满足赫兹，他要使出全力攻击悟空。一阵眼花缭乱的攻击，悟空彻底丧失了反抗的力量，连超然之气也消失了。而另一边，比克与17号在与卡米奥连激战，两人的配合甚是完美。卡米奥连的攻击不但没有击中，反而被他们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脚踩悟空的赫兹看到他这样很是恼火，既然想要变得更强，那我就给你力量。只见赫兹再次施展魔力，将宇宙之种收纳在魔方之中，手指轻轻一挥，宇宙之种穿过厚厚的烟雾，进入到卡米奥连的体内。强大的能量折磨得他异常难受，身体简直就要爆了。他想要摆脱这股能量，但根本做不到。整个星球闪现一团耀眼的光束。此时的悟空连抬头的力气都没了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变化，地面上多出来一个巨大的怪物，尖嘴獠牙，长着一双巨大的犄角，一拳打在地面，甚是破碎。幸亏比克跑得及时，不然就要被他巨大的嘴炮击中。一顿扫射像原子弹似的，地面寸草不生。这就是宇宙之种非凡的力量，连扎马斯都有些惊讶。四人联手攻击这头怪物，打在他身上就像一个个小雨点，突然发出一个巨型嘴炮，威力巨大的攻击将四人全都击落在地，贝吉塔身负重伤。就在他攻击的危机时刻，悟空及时出现替他挡下这一拳，但还是被他一个手指弹飞了。悟空再次攻击，却被他一掌打飞，另一只手将他抓住，他紧紧握住悟空。就在这危急时刻，悟空突然闪现银光，他再次突破，变身自在极功。而接下来，悟空能否击败这头怪物呢？魔方突然炸裂，赫兹终于和宇宙之种融为一体，他后背出现6个彩色犄角，扎马斯迫不及待的融合，下一秒就会让他怀疑人生。赫兹第一个消灭的人就是他，因为已经将这个不老不死的神利用完了，他要开始展开对神界的屠杀行动。他是赫兹制造的怪物，因为吸收了宇宙之种，体型变得巨大无比，而他的暴击让悟空彻底愤怒，再次突破变身自在极功。看到悟空狂妄的样子，这头怪物开始击出重拳。自在极功的奥秘就是身体可以自由做出反应，不需经过大脑的思考。对于他现在粗笨的攻击，悟空很轻松就可以应付。倒在地上的众人站立起来，赫兹和扎马斯也在天空上方看着。怪物突然发出巨型嘴炮，悟空轻松抵挡，大喝一声，将嘴炮再次推向他，不给他任何反应时间，瞬间来到他的身边，朝他一顿暴击。但他毕竟拥有宇宙之种的力量，不会被轻易打倒。他再次发射能量弹，悟空没有及时躲开，被攻击完全击中。怪物大笑，以为将悟空消灭掉了，殊不知他满血复活。经过他的攻击，悟空达到完美自在极功状态。赫兹看出了这是神的力量，两人试探结束，众人展开激烈对战。由于体型巨大，卡米奥连的动作也是变得异常笨拙，贝吉塔等人也加入战斗，助悟空一臂之力。我是主角，你们通通让开！他发出鬼派气功，正中他的能量源，将他击出裂纹。悟空乘胜追击，这一拳将他彻底打裂，而他整个人轰然炸裂，变成了一块块碎石。这场爆炸威力巨大，悟空再次体力透支，但是他有并肩作战的好兄弟，这就是他力量的源泉。而卡米奥连的牺牲，赫兹不会有丝毫心动，因为他们只是他实现野心的棋子。为了加快力量的收集，赫兹将宇宙之种移入了卡米奥连体内。在和悟空激战过后，他集齐了所有能量，现在可以将这股力量合二为一。看到赫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，扎马斯也是非常高兴。50个魔方从四面八方飞过来，简直就是俄罗斯方块大集合。组合完成，赫兹完全消失了。在他融合完成之前，众人想要将他消灭掉，扎马斯竟然拼尽全力保护赫兹，而他的目的很简单，只想利用赫兹灭掉拳王，然后他就会消灭全人类。赫兹让他加入自己的战队，绝对是个正确的决定。到现在都不知道赫兹只是为了利用他。他再次展开行动，将众人一顿暴击。因为刚刚的战斗，悟空吃力的与他对战，最终依然不是他的对手，被他用擒拿手制服。悟空痛苦难当。就在这危机时刻，天空一声巨响，接连掉了下来。二话不说，朝扎马斯一顿猛攻。就在他要反击的时刻，时间突然停止，希特出现。接连出现这么多高手，扎马斯惊讶不已，一拳将他打飞。原来是九王神安排他们消灭这群敌人。龙珠超最强3人组同时出动，竟然连扎马斯的毛都没碰到，被一群强大的气场推了出去。看来赫兹终于融合成功。
看情况不妙，悟空让大家赶紧躲开。魔方从内核开始爆炸，瞬间破碎，而赫兹就在宇宙之种里面。待金光消失之后，赫兹终于融合成功，宇宙之种的光附着全身，后背长出6个金色犄角。而他完成合体的第一件事就是消灭为他鞍前马后的扎马斯。扎马斯带着完全不敢相信的眼神离开了这个他厌恶的世界。弑神者赫兹终于拥有了强大的力量。接下来，悟空他们将会迎来一场恶战，但到底能否消灭他呢？这2个拳王竟然还在玩捉迷藏，他根本不知道所有宇宙都已陷入危机之中。经过悟空他们浴血奋战，终于将赫兹打倒。号称弑神者赫兹终于和宇宙之种融为一体，利用身后的中子将众人团团围住。大家根本不知道他这是要做什么，只见他一个响指，所有珠子开始旋转，突然朝所有人攻击。珠子既小而且坚硬无比，发出的攻击完全无法阻挡，高速旋转中不断缩小攻击范围，大家全都被困在里面。接着突然转变方向，朝所有人开始攻击，而赫兹趁机逐个偷袭，将他们全部击倒在地。这力量充沛的感觉实在太棒了，引起他一阵狂笑。悟空起来变身超蓝，急速攻击，还没碰触到瞬间被控制住。赫兹告诉他，无论你的想法还是动作，我都看得一清二楚，这简直就是开挂的节奏，不但力量惊人，还会读心术，就连吉连和希特的攻击也被他瞬间制服。而接下来的重力重场将让他们彻底绝望，从每个人脚下飞出无数个魔方，汇集在天空上方，形成巨大的重力重场，急速飞驰下来。所有人拼尽全力抵挡，但还是被他击倒。面对赫兹偷天蔽日的力量，众人完全束手无策。他再次朝地面一顿暴击，整个星球剧烈爆炸，众人开始合力反击。悟空知道以他们现在的实力根本不可能打赢他，他告诉贝吉塔想要与他合体。虽然贝吉塔极度不愿意，但迫于对手的强悍，二人进行了合体。一阵耀眼的光束之后，乌吉塔出现了，看着他狂妄的样子，赫兹要和他1对1战斗，瞬间将其他人全部打倒在地。乌吉塔极力提气变身超蓝，赫兹告诉他，就算你合体，我也能感受到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乌吉塔只是朝他摆一摆手，赫兹急速上前攻击，二人激战在一起，他的招数变幻莫测，但都被乌吉塔给化解了，一脚踢中他的腹部，居然能和他打成平手。赫兹也不敢小瞧乌吉塔了，他说道，你有这么强大的力量，如果我们联手，可以轻松消灭拳王。但乌吉塔根本不理他，因为赫兹所追求的自由是绝对的无序自由，就像这个世界不能有警察和政府一样。接下来，赫兹打算彻底解决掉他们，而其他人还在被超重力困在地面。他从远方汇集巨型能量弹，乌吉塔一马当先，发出能量弹抵抗，但这么小根本不起作用，瞬间被吞噬了。这样的挣扎在赫兹看来简直就是可笑。他再次发力，能量弹持续逼近，乌吉塔极力提气，发出龟派气功，这不成功便成人的决心形成的力量简直大得惊人。看着乌吉塔拼尽全力，吉连和希特也过来协助，龙珠超最强3人组合力终于将他的能量弹击碎。乌吉塔突然从黑色烟雾中飞出来，一拳击中他的能量源，赫兹彻底破功了。看着他就这样倒下了，乌吉塔还有点不敢相信。在这最后一刻，赫兹终于吐露了自己的心声，他的初衷是为了让人类获得自由，但是在不断变强的过程中逐渐迷失了自己，享受起支配世界的快感。可见当人一旦拥有了权力，谁又能做到独善其身呢？大神官看到悟空他们取得了胜利，终于松了口气，而2个拳王还在玩着捉迷藏，这就是龙珠的高明之处。也许在面对巨大的权力时，只有孩子能有一颗不被侵蚀的童心，他们对待这个世界一直充满爱意。假如你拥有绝对的权力，你会怎么做呢？